同志们，这是我们导弹部队第一次机动作战，这一仗一定要打好。党中央和毛主席等待着我们胜利的消息。打下U2飞机，对美国是一个教训。他把爪子伸向我们中国，我们就斩断他。对苏联，那也是个教训。他想掐我们的脖子，以为我们中国人离开了他就活不下去。我们偏偏去打下这飞机，让他瞧瞧。对蒋介石，这也是当头一棒，打掉他反攻大陆的嚣张气焰。滕司令讲得好啊！对我们空军来说，这一仗很重要。打下U2飞机，将开创中国人民空军地空导弹部队机动作战的成功先例，那将威震世界。我是2营营长岳振华，请司令员指示。振华同志啊，你看到U2飞机了吗？看到了，营指挥所已进入1等战斗准备，我们正严密监控着 U2的动态。我现在命令你，把它给我打下来。是，司令员，坚决完成任务。报告，我们营的雷达发现目标380公里，高度2万米。老岳，是不是要全营进入战斗准备？不，再等一等。老岳，万一目标溜了怎么办？要沉住气，必须搞清楚U2的侦察目标是南昌，咱们再动手。报告，目标距离250公里。好，那就是冲着咱们来的。命令全营进入1等战斗准备。是是。我全体指战员要全力以赴，坚决完成空军司令员交给我们的战斗任务，扛着U2飞机的翅膀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坚决完成任务。现在我命令3发导弹接电准备。司令员，U2飞机距离2营还有70公里。好。岳振华的导弹已经瞄准了，U2飞机再向前飞一飞，他就发射导弹了。糟糕，他又转向了。转到什么方向？U2飞机没有进入2营上空，它在70公里东侧外转弯，向九江方向飞去了。莫非就要撞到枪口的这只黑猫又要溜了？别着急，看看他到了九江方向，然后如何动作。如果说他今天来是来侦察长江以南地区，那他到了九江以后势必要返回再侦察南昌。如果说他今天来是来侦察西北纵深地区的，那就等他在返航的时候看他经不经过南昌。可以说和昨天广州一样，先麻痹我们一下，然后再杀个回马枪。很有可能啊。司令员，U2转弯了。U2飞机飞过长江后180度转弯，再次扑向南昌。好啊，送上门来了。司令员，现在这个情况要不要提醒一下岳振华？现在这个时候啊，正是岳振华同志指挥最关键的时刻，也是最紧张的时刻。我看不要打扰他。对岳振华同志，我还是比较了解的。这个人呐，很聪明，打仗的时候很沉着。U2的这点花招，我看是骗不了他的。既然我们下命令让他打下来，至于怎么打下来，我们就不要管那么多了，别管那么细。刘司令员用人不疑啊，我想岳振华这一仗准成。报告，目标飞近，距离我阵地78公里，距离南昌40公里。好，这回他就是要转弯逃跑也不可能了。制导雷达开天线，捕捉目标。报告，发现目标，锁定目标。是。报告营长，发射距离到。 3枚导弹齐发，准备发射。
是，发射。哎，怎么不向前飙了？没有接到通报，难道是打下来了？哎，这个你说了不算数，这要等岳振华的报告才算数。喂，我是成军呐。报告，消耗导弹3发，击落U2飞机一架。什么？打下来了！太好了！哈哈哈哈！老刘，岳振华同志，我是刘亚楼，请你再报告一遍。消耗导弹3发，击落U2飞机一架。太好了，打得好，打得好啊！我祝贺你们，你们今天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我要亲自去为你们庆功啊！消息传到中南海，一向冷静的周恩来遏制不住兴奋，当即给刘亚楼打电话。喂，是亚楼同志吧？我是周恩来啊。亚楼同志，很好啊，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啊！美国 U2 飞机前几天侵入苏联国境，他们只听了警告，却无可奈何。我们把这种飞机打掉了，我向同志们祝贺啊！是，总理，谢谢总理。同志们，美国人吹嘘，我们中国人永远打不下他们的U2飞机来。可是，还不到8个月，怎么样？我们就把它打下来了。苏联人撤走了专家，又掐断了我们地空导弹零部件的供应，也不想叫我们打下U2飞机来。可我就不信这个邪。事实证明，我们中国导弹部队是好样的。好。U2飞行员陈怀被导弹弹片击中心脏，落地后被送往南昌陆军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父亲，有消息吗？还没有。U2是天之骄子啊，有什么武器能够够得上他呢？可他确实在雷达上消失了，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那你们派人都找过了吗？找了，在海上没有飞机失事的任何踪迹。据分析，U2是在南昌上空失去雷达信号的。联系到共军最近在南昌的轰炸机调动，会不会是他们设了一个圈套，引诱我们的U2上钩啊？共产党厉害啊！可他们用什么打下的U2飞机呢？难道上帝也站到他们那边去了？父亲，这下中共在世界舞台上大涨之气啊！父亲，此事必然会在世界的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那我们怎么对外讲啊？对外，绝不可以说是被中共打下来的，那就说是飞机失事。这件事啊，得好好斟酌啊。那父亲的意思是？我口述，你笔录。是父亲。陈怀已于1962年9月9日在江西南昌上空侦察蒙藏地区返航途中，因飞机飞行太久，引擎受高空冷空气影响而停止工作，乃至降到同温层暖气地带，正
正在准备发动时，被中共战机追击，坠地，引爆后自杀身亡。父亲不仅对 U-2飞机的性能了如指掌，而且对于它的技术特点、故障原因以及高空气象条件，也有了深入的了解。我对U-2是下过一番功夫的，因为它是我们手中的一把利剑。父亲说得对，您这样说既合情合理，同时还能激励我军各大官兵的士气。对外的宣传就统一用这种口径吧。另外，我们的所有记录，包括空军的飞行侦察日志，也按这样的技术吧。是，就按父亲的意思来写。我们打下了U-2飞机，台湾那边有什么反应啊？蒋介石还不是老一套，矢口否认是被我们打下来的。不是打下来的，难道是他自己掉下来的吗？据台湾方面的新闻广播说，是飞机引擎出了故障，下降途中被我空军战机追击，坠地引爆座机，飞行员自杀。哎，这位蒋先生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呀！主席，蒋介石跟我们打糊涂仗，我们这一边他来个欲盖弥彰，我们呢让他雾里看花。主席的意思，我们还留他一手。上次我们击落了蒋介石的 RB-57D 高空侦察机一架，新华社发了47个字的消息，让蒋介石和美国人至今都摸不着头脑啊。那这一次我们再来一个一样画葫芦，叫蒋介石和美国人同样搞不清我们用了什么样的新式武器，对吗？藏而不露，弯弓不越，反而更有其震慑力。在主席手里，任何东西都是斗争的武器啊。好，恩来啊，这是我写的新闻稿，你看后如果没有不同意见，就交给新华社电发出去。好。美制蒋匪帮 U-2高空侦察机一架，于9日上午窜至华东地区上空，被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主席啊，比起上一次的47个字的消息，这次只有42个字，更短了。比喻陆而敬于小，比喻藏而敬于大呀。我们的空军做了世界上不可能做的事。恩来啊，对这支英雄的部队一定要好好嘉奖。击落 U-2飞机的就是上次击落 RB-57D 高空侦察机的部队，营长岳振华同志是个老英雄了。好嘛，我要见一见这位英雄的营长同志。岳振华同志，打得好，打得好啊！打得好。振华，主席一连说了3个打得好，连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啊。你们空军，特别是导弹2营立了大功啊！主席，才打下1架U-2飞机，算不得什么功劳。好啊，有志气。1架不够，那就再打下几架，打得蒋介石不敢来啊！是，主席。哎，你说说看，导弹的声响大吗？响声大，发射和飞行跟打雷一样。哦，那地空导弹复杂吗？地空导弹这东西啊，要说武器复杂的要命，前后后运一大片，但操作起来简单极了，一按电钮就行。这个电钮怕是不好按呐。啊，我听刘亚楼同志说了，你们是有过硬基本功的，这仗打得好，政治上影响很大，啊，连美国的肯尼迪都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证明我们是有力量的。主席，敌人敢来，下次咱们还是把他打下来。对，
再打下他几架来，那他们就不敢再来喽。壮士一去不复还呐！还请父亲节哀。可是像这样的壮士，真的是越来越少啊。孩儿明白。父亲，陈怀的后事我已经做了安排，厚待他的家人。这是必须的。不过，中共对外宣称这U-2飞机是被他们打下来的，又不说是用了什么武器。而我们这边是说U-2飞机的引擎发生了故障，坠机后陈怀自杀，但又拿不出什么证据。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不便更多的去对外宣传。是，父亲。就让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吧。让事情的真相就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吧。可是我一想到陈怀的英年早逝，我就心痛啊。我理解您的心情，父亲。啊，您还有什么吩咐吗？给我拿笔墨来。是。这副挽联，我写的是陈怀生，这不是我写错了，是我有意而为之。这是寓意着我们的壮士陈怀虽死犹生。总统以此来勉励各位，褒奖烈士，还望各位深解总统的心意呀。老程啊，在这儿立个标志吧。一嘛是为了纪念这次战斗，二嘛，将来陈怀有家人来找，也好给人家一个交代。对这个陈怀，咱们老刘是很厚待喽，还特意批字给他买了棺材入殓。老程啊，你是知道的，我对飞行员一向是很敬重的。只可惜啊，他为蒋介石卖命，才落到这样的下场。台湾那边，蒋介石还不知怎么伤心呢。折戟沉沙，也算是给他个教训吧。我共和国的天窗，到了该关闭的时候了。我军击落U-2飞机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由于中国方面的秘而不宣，对中国空军用什么秘密武器打下被吹得神乎其神的U-2飞机，一时成了世界各国舆论关注的中心。当外国记者拿着这个问题追问陈毅时，陈毅诙谐地说：“我们是用木棍把他给捅下来的。”还是说对了。陈先生，请问一下，你们把U-2飞机怎么打下来的？怎么打下来的？
据我判断呐，是用一根棍子捅下来的。陈先生，你真幽默。无独有偶，有一次，一群外国记者也拿同样的问题来问周恩来，周恩来这样回答：U2飞机飞得再高，也没有中国人民的志气高啊！飞机是用什么武器打下来的？是啊，是什么打下来的？那就是起义中国人民一起用拳头打下来的。就在我空军部队打下U2飞机的同一个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终于诞生。39岁的邓稼先此时拿着的笔何止1000万斤重，这几个字意味着他们描画的原子弹即将诞生。老邓啊，别紧张，我们一定会成功的。经过3年的努力，邓稼先和他带领的年轻人们，以智慧、勤奋和无私的奉献精神，终于叩开了原子弹理论设计的大门。这个方案已经描绘出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雏形。它使用铀235做核材料，采用内爆方式。这个设计跟美国和苏联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完全不同。事实上，也说明我国的核武器研制走的是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根据理论设计方案，这年9月，二机部向中央递交了2年大纲，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炸响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抓紧办。 1964年能爆炸原子弹最好，如果努力了还不行，那么65年炸响也可以，但不努力就不对了。我同意二机部的这个规划，现在主要是如何炸响的问题，采用什么办法都行，这个请聂总负责考虑一下。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最重要的意义是要先把它炸响。 我们有了这个东西，将来再考虑装到运载火箭上，逐步实现原子弹的武器化。但在时间上，我主张在64年国庆节前后炸响，因为这是个建国15周年的日子。好，聂总的这个要求啊，就把时间给确定了。64年炸响最好，二机部再研究一下。 采取什么方式炸响？这些问题我负责落实，让二机部拿出最后的2年规划。聂荣臻亲自与二机部党组进行研究，最后制定了1964年先在铁塔上进行原子弹爆炸试验，1965年接着再进行由飞机投掷的空中爆炸试验的2年规划。各方面的协调也非常重要。我提议。 中央搞一个委员会，以加强这方面的领导。现在就搞，否则就耽误了。根据刘少奇的提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任主任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来统一领导原子弹最后阶段的研制工作。会议结束后，总参谋长罗瑞卿把会议的有关精神写成报告，呈给毛泽东。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写了批语。 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这是毛泽东为原子弹攻关发出的总动员令。这一年11月，中央专委成立，由周恩来任主任，成员包括贺龙、李富春、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刘杰等15人。同志们，我们这个中央专委。 15个成员中，除我之外，有7位副总理、7位部长级领导，这是建国以来级别最高、权威最大的工程指挥部。在世界上，
恐怕也是罕见的。形势决定，我们国家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进入核俱乐部的门票，所以我们没有退路。中央专委的成立，有效地组织起全国范围内的大协作。毛泽东所说的大力协同落到了实处，由此，我国的原子弹研制进入了决战时刻。中央专委呢，总理总抓，人员分2条线，一条是由赵尔陆同志负责，继续完成原子弹的研发任务；另一条呢，由你负责，组织原子弹从制造到试验的全国大协作。罗总长刚才跟我说，我们这些人还都兼着职。总理的意思是，原子弹要我去抓，全力以赴。这是关键性的一年，艾品同志，全要靠你去跑了。总参的工作，让其他同志去分担吧。是，聂总，这件事，我就是跑断腿我都愿意。哎，我不要你跑断腿，我要你把原子弹给跑出来。好，我知道了。数据啊，就是这样啊。王老，一切准备好了，可以开始了吗？好，开始吧。好。内爆法实验准备，起爆！几乎在同一时间，王淦昌、陈能宽领导的爆轰试验传来喜讯，内爆法的关键环节获得验证，即将开展原子弹爆轰的冷试验。前几年我们国家困难，你们这些科学家饿着肚子搞攻关，我这个当总理的对不起大家，我欠了大家的账啊！这几年我们国家的形势好转了，我请大家吃肉，把欠你们的账补上。大家吃肉啊，要吃好吃饱。王老，吃肉可以补脑嘛。哎，你们也吃啊？这句话呀，是主席常说的，我觉得有道理。来，大家不要客气，敞开肚皮，放开吃吧！啊！发话了，咱们就吃吧。来，吃肉。同志哥呀，你这个样子是夹不着大肉的。来，看我的，这个大。陈老总，我呀，为你服务，你呢，回答我的问题。啊？陈老总，请说。那个东西什么时候响啊？快了。现在正在准备进行爆轰冷试验。爆轰冷试验，就是热核爆炸以外的试验。啊，说的再具体一点。是这样，冷是相对热说的。比方说呢，引爆一个炮竹呢需要明火，引爆一个炸弹呢需要雷管。如果没有明火和雷管，爆竹和炸弹就无法炸响。那么，引爆一颗原子弹需要什么呢？需要足够数量的中子。原来用的是中子啊！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中子，那就算有原子弹也是个哑巴。冷试验就是要出中子。你这个同志哥呀，一说到专业问题，说话就流畅了吧？啊，我都听懂了。小邓同志啊，特别实在，平时话不多，其实啊，他非常的内秀。你这个娃娃头啊，连原子弹的理论设计都拿下来了，平时不声不响的，胆气还是很足的嘛。好，我陈毅靠的是你们给我撑腰。你们搞出尖端武器来，我这个腰杆啊就硬了啊！
那个东西响了，我这个外交部长的嗓门就更响了。小邓啊，来，拜托你了。哎呦，蛮有力气的吧？总理说你不声不响，胆气很足。哼，你这个同志啊，确实有一股潜在的力量啊！啊，三强同志哟，太平同志，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哎呀，什么风啊？还不是596这个大风啊！来坐，请坐。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三强同志啊。开门见山的说吧，马上要组建一支队伍，进行核试验技术攻关，请你推荐人才。人才我这里有啊。好，我要的人可是挂得起帅印的。没问题，我看陈开甲同志可以，他是中科院核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我了解他，他一定行。好，就这么定了，你马上让他来找我。陈开甲同志，有困难吗？困难倒是可以解决的，就是这个队伍和机构。我这里准备了一份核爆炸效应试验需要的设备和人员。好家伙，你都列出来了吗？张将军，当我知道你要找我谈话，我就知道你想让我干什么。三强同志推荐的好啊，陈开甲同志，我要的就是你这样的帅才。张将军，我要的是设备和人员。我们现在是寡妇生孩子，全靠别人了。我这是四川土话，有点粗啊。可是意思实在，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只能找别人来帮忙。不过你放心，你列的这些东西，我全给你搞到。你的任务就是跟踪落实。张将军真是爽快的人呐！从现在起，你就是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队伍由你来组建。张将军，我保证完成任务。好。这一年秋天，陈开甲出任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副所长，他快速组建了一支试验队伍，并于11月26日提出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技术方案。这是我们起草的国家第一种试验性产品实验技术方案，对原子弹实验中涉及的45个科研项目和96个科研课题都做了详细的说明。好啊，开甲同志，速度真快呀！人马刚刚组建，方案就出来了啊！张爱萍同志干事雷厉风行，我们跟着他想慢半拍都不行啊！开甲同志，你要是没有充分准备，我就是拿着鞭子赶，也赶不出这个速度啊！很好，就这么干吧。啊！可是，我们第一颗原子弹采用什么样的方式爆炸，到现在还没个定论。开甲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呢？当初苏联专家在勘察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时候，他们曾经提出用这个飞机投掷，就是我们说的空爆。现在啊，大部分同志都赞同空爆的方式。第一次试验就用飞机投掷会带来一些困难，比如爆炸和测试同步的问题，空投与爆心的瞄准问题，还有就我们现在的条件，能否保证投弹飞机能够安全返航？是啊，毕竟是核爆炸，威力可不得了啊。如果采用空爆，必然就用降落伞，这样很难测试原子弹爆炸的各种效应。再一个，空爆可能扩大这个测量仪器的误差。我们进行原子弹第一次试验，第一位当然是保响，除此之外，就是要测量各种参数，检验设计的合理性，所以必须充分考虑到测量的准确性。是啊，我们要独立自主地发展核武器，积累经验，
非常重要。第一次核爆炸的测量，对以后核武器的研制是至关重要的。我看程开甲同志胸有成竹的样子，是不是已经有主意了？我主张用塔爆的方式。哦，就是把原子弹装在高塔上引爆？对，这样既可以解决测试同步的问题，又可以解决原子弹标准爆芯的问题。好啊，这真是一箭双雕啊！其实美国和苏联第一次进行原子弹试验，也是采用地面和塔爆的方式，不过他们的塔矮了一些。我想我们要做，就做得高一点，至少100米。我看这个建议很好，理论上是可行的。开甲同志啊，你写一个报告，我们组织专家论证一下，再报中央专委批准。原子弹在进入决战阶段的时候，东风2号导弹的重新设计和生产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但在一次试验中，出现了吊装的导弹弹体背摔的事故。这一块，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陈老总啊，东风2号导弹试验失败已经1年多了，现在又出了这么大的事故，同志们压力很大呀。嗨，不怕，有你老兄挺着，天塌不下来。啊，除了这样的事故，我也听到了一些议论，有些人开始怀疑专家了，甚至是怀疑钱学森同志到底行不行。乱弹琴，不相信他们，相信哪一个？我看呐，这还是不相信知识分子的思想在作怪。我也这么认为啊，我们的一些老革命，领导干部也有这个想法，所以我很担心，这将对我们的国防事业带来损害。老兄啊，大家都说你是知识分子的勤务员，我看呐，你都快成保姆了。知识分子是很敏感的，我们一定要保护他们的积极性啊。所以你老兄喊我来，是跟你一起来鼓劲儿的。没错。我呀，早在广州会议上就给知识分子脱帽敬礼。今天呢，我还是那个老话，不相信知识分子，我们这个党也太没眼光了吧？啊！陈老总、聂总，我们地面实验正在逐步的开展。这次事故主要暴露了2个问题，一是设计上的。王正同志啊，让钱学森同志先讲一讲，听专家的，再听你们的。是，让学森同志先讲。对于东风2号导弹，我们不是做小修小改，而是重新进行了设计。对于具体设计中的工艺技术问题，我认为都是正常的科研现象。发现不合适的材料，发现不合理的设计，我们正在认真的进行改进，也有能力攻克这个难关。但是，有些事故是可以避免的。好，有这个信心就好。哎，大家不要有思想包袱啊！我认为设计上的问题都好解决，关键是生产中的规章制度一定要完善，并且严格执行。学森同志说得很好啊，一发导弹，几十万、几百万，乃至上千万，我们每个人都要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我再次强调，科学探索允许失败，但是要尽量减少。这个责任呢，要时时刻刻装在我们心里。是，聂总，我们的工作还要更仔细，所有的结论都要经过地面试验，做到万无一失。好吧，嘿嘿，我呢也讲2句啊。我这次来啊，是表示我陈毅对这项事业的重视。我当这个外交部长啊，跟国际上的对手打交道啊，深感这个国防的重要。真心希望你们尽快的把这个导弹给我送上天。嘿嘿，
让我们的朋友跟敌人都看一看，我们这个导弹是响当当的。嘿嘿，到那时候啊，我陈毅还要来看你们，谢你们。学森呐，打干吧。我陈毅还是那句老话，连你们都信不过，这共产党也太没眼光了。好久没吹都生疏了。学森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好久没吹都生疏了。学森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没什么，就是心里有点乱。是不是你在工作上碰到什么问题了？是啊。能说给我听听吗？不行，我们做这些都是严格保密的。那我们不谈具体的工作，谈谈你的烦恼吧。是这样的，我们的试验中出了一些事故，我听到一些议论，有人说什么？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这些专家们，当然了，主要是说我到底行不行？他们是在怀疑你的能力吗？这件事情很复杂，我确实对试验失败负有责任。有些同志有议论，这也是正常的。但是从内心来说，学森啊，你是不是感到委屈啊？他们不理解你，我能理解你。不完全是这样。我是为自己曾经出现这样的苦闷心情而感到惭愧。我毕竟是一个知识分子，有时候还不够豁达。你现在啊，也学会自我批评了。其实这事儿已经过去了。今天聂总和陈老总专门来车间看望大家。陈老总要我大胆地干，他说，连你们都信不过，那我们共产党也太没眼光了。其实啊，聂总和陈老总是专程来鼓励你的。都说士为知己者死，我不是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我理解我的知己就是祖国。对呀，我们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知己，才不顾一切回国的。为祖国献出一切是我的心愿，我再也不会为一些人的议论而感到烦恼了。那我们现在来个笛子和钢琴合奏曲怎么样？好啊。1962年深冬，原子弹的冷试验在古长城脚下的17工地展开，指挥部就设在这个山洞里。哎，小陈啊，王老呢？啊，那边啊，谢谢啊。哎，没事。王老，哦，小邓来了。老陈，哎呦，小邓啊，图纸我给你们拿来了，数据都算好了。谢谢你啊。小邓啊，怎么搞的？头发乱七八糟的。这段时间太忙了，没有时间理发。小邓啊，都忙糊涂了。理论设计刚完成，又来支援我们。扣子扣。哎呦，刚才走的太急了，像什么样子？啊，我跟你说，注意点身体，别累过度了啊。谢谢王老。小邓啊，进屋坐一会儿吧。好，对，进屋坐吧啊。哎，怎么样啊？哦，老大，剩2更了，主要是风太大了。没事儿，我帮你挡风。好，老大。
好了，还有一个呢。哎呀，老大，石头都着火了！别管我了，接着焊，就快实验了，抓紧时间。哎，好。老邓，给我们讲点故事怎么样？好，那我们还是讲原子弹吧。这原子弹的原理啊，对大家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可是原子弹的结构，还有引起裂变的装置，对我们来讲啊，还是一个神秘的黑暗王国。美国氢弹之父泰勒说过，两个半球相接近、相接触，当质量达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就会引起链式反应，引起大爆炸。很多科学家在探索这个临界点的时候啊，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里面的能量太神秘，也太可怕了。美国核物理学家哈里·达格尼安在一次冷试验中，就拥有拨弄可裂变物质引起的链式反应，在不过1/10秒内，被辐射的射线瞬间穿过他右手的皮肤还有内脏。1个小时之后，痛苦地离开了人世。另一个核物理学家路易斯·斯特洛金在一次试验中，他试图让两个半球在一根螺丝杆上相接近，可是，一不小心，一个半球滑了过来，瞬间，实验室闪起了一片幽暗的蓝光，所以他迅速拉开两个半球，终止了链式反应。可是，还是被核能夺去了生命。在探索核能这条路上，人类付出了许多代价，甚至是科学家的生命。可这些都阻挡不了我们的决心。我们一定要让原子弹在我们手里炸响。对，我们一定要让原子弹在我们手里炸响。好，小邓啊，说得好，说得太好了。哎，大家请坐，请坐。哎，大家坐啊。走。同志们，冷试验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和爱萍同志啊，来看看大家。看到你们这些年轻人决心这么大，我相信啊，冷试验一定会成功。有你们这些年轻同志，我们的事业就很有希望啊！这几位年轻同志啊，都是小邓当年从大学里招来的哦，号称28新秀啊，现在都是大将了。好。可我们刚来的时候啊，对原子能一无所知，更别说造原子弹了。小同志，我跟你们一样啊，当初中央调我来参与领导原子弹研制的时候啊，我的老首长陈毅同志找我谈话，我说我只知道这个鸡蛋、皮蛋、山药蛋，不懂啥叫原子弹呐。这是心里话，心里面有畏难情绪。陈毅同志说不懂就学，谁生下来就会啊。我这也是赶鸭子上架，但是一上手啊，我就舍不得放手了啊。邹智慧，你不有句名言吗？再穷也得有根打狗棍。我们大家听了也很受鼓舞啊。还有一句话，陈毅同志当年说，我们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刚才啊，小邓的话说得非常好嘛。在人类探索核能这条路上，人类付出了许多代价，甚至是科学家的生命，但是这些都阻挡不了我们的决心。我们一定要让原子弹在我们的手心炸响。是。一个民族要有一股名气，一个国家要有一股志气。我在这里看到了这股名气，也看到了这股志气。好，说得好。好，同志们，准备工作顺利完成，现在进行最后一道工序。查雷管，小李，到，行动。是。哎，小邓，你回来。小邓，查雷管非常危险，你应该待在这里。哎呀，老李，
没那么严重。插雷管的程序我最清楚了。再说了，我还能当个帮手呢。哎，你看他，真是个娃娃将军啊！是啊，不光是个将才，他还是个让人心里特别踏实、放心的人。那种生死之交的同志、战友啊！依我看，有他在，准成。嗯。别紧张，慢慢来啊！老大，我不紧张，我是觉得责任太重了。你别想那么多了，你就照程序做，我知道你能做好，很简单的。老大，你是特意来给我壮胆的吧？我啊，就想来陪陪你。让我们一起来完成工作吧。好，来。插雷管是最危险的，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爆炸。邓稼先以他的沉稳和胆量，硬是在最危险中顶住了压力。这以后的原子弹爆炸实验，每次插雷管，他都亲自上阵，给操作人员壮胆。准备的怎么样了？都准备好了，可以开始吗？可以。好。炮轰冷实验现在开始，起爆！这次在长城脚下的冷试验异常关键，它证明了按照邓稼先他们的理论方案设计的引爆系统可以产生中子，点燃核裂变的大门就这样被他们艰难地打开了。祝贺你，祝贺你们！1962年12月，为了原子弹研制的需要，中央决定9院搬迁到青海金银滩的核武器研制基地，也就是221基地。王淦昌、邓稼先、陈能宽这些科学家们就要西出阳关，踏上更为艰难的历程。我们就要到大西北去了，那里是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地方。大西北当然不比北京，那里确实很艰苦，但也绝不像唐诗里所写的那样。西出阳关无故人，春风不度玉门关。这几年呢，李觉局长就带领部队官兵在那里开辟基地、建设基地。你们的前往将会把和煦的春风带到玉门关。你们要亲手在戈壁滩上建起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好，好，太好。俗话说呀，知识分子手无缚鸡之力。但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其中还有不少是大知识分子，你们将亲手放飞我们的原子弹，你们就像春风一样来到玉门关外。春风不度玉门关，将永远变成历史，变成春风已度玉门关。好，好。中央派我和你们一同前去，我愿意当好你们的服务员，做好你们的后勤保障工作。一个人来到世上，无非是2条路，一是要做官，二是要做事。要做官的，你们留下，我那里无官可做；要做事的，就跟我走，在戈壁滩上，可以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天苍苍，野茫茫，到处青山埋忠骨啊！你们谁愿意跟我走？现在就报名。我愿意。我们应该到大西北去，不要过多的考虑个人的生活，必要时就应该做出牺牲。我也愿意，我也愿意，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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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同志们，让我们一起来朗诵一首唐诗，表达我们的决心和志气吧。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
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不破楼兰终不还，不破楼兰终不还。2年多的日子，对这座镌刻着1000年沧桑的古长城，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瞬，但在王淦昌的生命里却漫长而凝重。这一年，他55岁了，头上长出了许多白发。王老，啊，老李呀，您这是啊，要走了，有点舍不得，留个纪念。这座古长城会记得你的。他看的太多了，历尽沧桑啊。记不记得我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记住了他。我们都会记得的。我相信，在多少年以后，这座古长城脚下发生的这一切，都会记入历史，告诉我们的子孙。是狼！哎，别开枪！呜呜！哎，王老，你这我们认识啊？啊？你还认识这只狼？我们是老朋友了。他饿的时候啊，我给他窝窝头吃呢。哎，你记不记得有一次跑进我帐篷那只，就是他。当时可真把我吓了一大跳啊！哎呀，不可思议啊！哦，不可思议！老朋友，再见了，走吧。王老，这次去大西北，条件可是非常的艰苦。那里的海拔有3200米，平均气温零下4度，高寒缺氧，天气恶劣。你年纪大了，身体上一定要注意啊！老李啊，我才55岁，年龄不大啊。这一去啊，我看至少是2年，也许时间更久。是啊，谁也说不清到底要多久。你有没有跟嫂子打好招呼啊？啊，这个我已经想好了，我就跟她说调动工作去西安了。啊，西安？西安也算西北吧？我没骗她。啊、是，哎呦，王老啊，我算服了你了，真有你的。王淦昌告诉妻子和家人，他要去西安工作，而邓稼先面对许露西，却无法说出一个具体的地名，他只能以不能说作为他今后人生去向的解释。稼先，我这里你不说也就罢了，可是爸爸妈妈那里，你总得有个交代吧？我也在为这件事情发愁啊。爸妈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特别是我妈，要是知道我要离开北京的话，她会受不了的。自古忠孝难两全，哪个好男儿不是志在四方啊？生活方面，我会照顾好爸妈的，你放心去吧。
如果上天还能让我选择2次的话，我还是会选择你做我的妻子。还有1次会选谁啊？不是会选谁，而是选我的事业。为了事业，我可以把命都搭上。贾仙，虽然我不知道你干的是什么事情，可是我知道，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是我们国家的大事。为了这点事，我们一个家庭做点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呢？爸妈，今天来，我就是想跟你们说点事儿。我要出远门了。远门？去哪儿？不知道。去多久？也不能说。这孩子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家仙做的是保密的工作，你就别多问了。贾仙，你就不能换一个新科目研究吗？你现在干的工作回不了家，回了家也不说话，光想心事，把自己都折腾呆了哑了。妈看你这样子，心疼啊。那个妈，我工作太忙，所以不能经常回来看你们。您别生气啊。不生气，那是假的。儿子是娘的心头肉，我是替西西难过。你们夫妻俩一块生活也就8年，这往后就和2地分居一样，西西不容易呀。好了好了好了，你到里屋去，我跟家仙还有一点事儿啊。去吧。爸，这个给你。石头啊，不是您收藏的奇石，是一块很普通的石头。你给爸爸这样一块石头，一定是有寓意的吧？我是在工作的时候捡的，留给您做个纪念。哦，我明白了。以后啊，我一看到这块石头，就想起你，就想起你从事的事业。那一定是我们国家的大事业吧？哎呀，爸！好了好了，你不用解释，这是爸爸猜的。只要知道是国家的大事业，那就够了。家仙呐，爸爸为你骄傲。谢谢爸爸。家仙呐，我在你身上是寄予厚望的。你为人朴实、纯良，能吃苦，从来没有私心。这些年看着你这样干事业，我很欣慰。爸，我只是希望能为国家多做点事情。你还记得吗？你5岁背着书包上小学的时候，爸爸曾经给你讲过一番话。当然记得了。您说，你今天要开始上学了。你以后啊，就是读书人了。这古人讲读书人有3不朽：立不朽之德，立不朽之言，立不朽之功。爸爸，我永远记得您跟我说过的这些话。不朽者，永生永存也。家仙，您该把做3不朽之人当做自己人生的目标啊！爸，您今天跟我重提您说过的话，您的用意我很清楚。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的。那好，我就不多说了。
家贤呐，既然要出远门，晚上就在家里吃顿饭吧。啊，对了，把你岳父也叫来，他一直想跟你痛痛快快的喝几杯酒，好好聊聊。来，再干一杯。好。邓公啊，我来考考你。哦，我这辈子最得意的是哪件事？哎呦，那个多了。5四运动，你是学生领袖，你给中国新文化运动立了大功啊。对，算一桩。不过眼下我最得意的事情是，有了稼先这个好女婿啊。都说女婿如伴子，我看你是拿稼先当成自己的亲儿子待了。何止是亲生儿子啊！我对稼先一直是敬佩有加呀。爸，您千万别这么说。哎，稼先，你以为我是在夸女婿啊？我是在夸一种人品啊！稼先这孩子，正直善良，对事业是忠心耿耿，精忠报国，一片赤子之心呐！爸，您别这么说。你以为我喝多了？说的是醉话。我现在脑子清醒着呢。稼先啊，你别看我不知道现在你在干什么，出远门又是为啥？可是我知道，你是在干一件功在千秋的大业，有一天，他会惊天动地的啊！稼先，今天西西不在，咱爷俩说点男人之间的话啊。爸，您说。哎，我的好女婿，两情若在，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啊？谢谢爸爸啊！我也敬您一杯。好，再干一杯。稼先呢？是不是喝醉了？这孩子知道我早睡，给我暖被窝去了。暖被窝？我有哮喘，怕冷。稼先啊，自小就给我暖被窝。他先钻到我的被窝里，把被子捂热了，再让我睡。嘿，真是个孝顺的孩子。现在啊，稼先太忙啊，来的少了。但是只要是冬天呐，非得给他妈妈捂被窝不可。瞧瞧你们俩多福气呀！啊，真是生了个好孩子啊！啊，被窝暖了。哎，来了，那你们俩慢用，我去了。你妈睡了？睡了。啊，都快40的人了，还跟个孩子似的。什么孩子似的？我看呐，稼先的这份孝心，那才是顶天立地的大男人，为丈夫。哎，爸。这有什么伟大的？孝顺是应该的。哎，人呐，为大丈夫有真本色。当公啊，我看稼先为人老实腼腆，可你的心是实的，血是热的。哎，稼先，我要没记错的话，抗战的时候你在西南联大读过书。那好。那今天在你出门之前，我们这2个北大的老学生，就为咱们稼先唱一首咱们当年经常唱的歌，为咱孩子送行。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水是千年，水是千年，一夫真比万夫雄。
长江大河，亚洲之东，赫赫昆仑一一长征。天府之国，取夺永宏，黄野之州，神灵中。风舞云龙，万国来同，天之骄子无纵横。同志们，现在基地建设虽然进展很快，但是生活设施还跟不上，住房问题也还来不及解决。可是我们的科学家马上就要到了，他们是从北京来的，是党中央派来的，怎么办呢？我们能不能让他们住帐篷？不能。对，我们不能让他们住帐篷，所以党委决定，我们把房子腾出来，让科学家们住，我们的官兵全部都住帐篷，明白吗？明白。从我李觉开始带这个头，基地里的全体干部都必须带好这个头，这就是命令。是。首长，欢迎你，欢迎！看，我们的科学家都来了。你好，同志们，欢迎我们的科学家，欢迎！哎呀！哟哟，哎呦，我们谢谢啊，谢谢你们啊，不客气，谢谢啊，谢谢，不客气，不客气，谢谢你们了啊，不客气，谢谢。小邓啊，你觉得这儿的环境怎么样啊？啊，真不错，没想到金银滩基地已经初具规模了。是啊，张爱萍同志做动员报告的时候，我还真以为这是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地方，现在看看。比我们在长城脚下的17号工地要强。是啊。哦，王老，你怎么又是点头又是摆手的？啊，我点头呢，是觉得小陈说的有道理。这个摆手嘛，我觉得真正的考验还没有到来。你们想过没有？海拔3200多米，零下20度的气温。这对我们是个大难关呐！哎呀，王老，解放军同志都挺过来了，我们还挺不过来吗？就是啊，小邓啊，我就喜欢你这股乐呵呵的劲儿，到底是年轻人呐，天下无难事嘛！王老，你也不老啊！哎，就是你们一天到晚王老王老把我叫的，还没等老呢，全把我叫老了。啊，那就叫你王不老。小邓，你看看老李这是怎么搞的？干部战士都睡帐篷，楼房都给我们住了。王老，你别着急，我们找老李说去。老李，老李，李局，王老，哎，在那呢，快找他去。是，我们这里的风沙已经刮了1个多小时了。哦，是有一些损失，不过请首长放心。有我吕杰在，绝对不会出大问题。是。你立刻带2个排。李局长在吗？啊，李局长在哪儿呢？李局长啊，小邓啊，哈，我李觉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哎呀，李局长啊，你怎么搞的呀？我对你有意见啊。哈，王老，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啊？老李啊，是这样的。今天风沙特别大，王老啊，看见你们住在帐篷里，怕有危险，心里过意不去，所以啊，就叫上我过来看看。哦，是这个事儿。来，2位坐下，慢慢说。不，今天这个事不解决，我不做啊。王老，小邓，
这件事情是基地党委集体决定的，我李觉个人无权更改。啊，那好吧，我去找张爱萍同志。王老，爱萍同志早已知道，他非常支持。老李呀，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你们这么做，我们的心里过意不去啊。哎，你看看这些战士，多大的娃啊！在这高原上苦干了3年，盖好了房子不住，你让我们来住，这合适吗？这个老李啊，我们基地所有人，不管是干部、战士还是科学家，都应该同甘共苦，不应该搞特殊化呀。哎，来，小邓，坐下，坐下，坐吧。王老，小邓，你们都知道，这个基地是我李觉亲手建的。和这些干部战士相处了3年，说实话，看着他们住帐篷，我李觉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可是目前，我们只有这个条件，总得有人做出牺牲吧。老李啊，是的。你们来的时候，总理一再强调，一定要保护好你们这些科学家，一定要关注你们的身体健康。为了这个事儿，我李觉肩上的担子重似千斤啊！我是提着脑袋向中央保证你们安全的。如果你们当中谁有个闪失，咱们的原子弹炸不起来，我李觉不就成了千古罪人了吗？老同志，你放心，我们年轻，吃点苦算不了啥。老同志，你们就是给我们楼房，我们也不能去住啊。科学家贡献大，应该住得好。谢谢，谢谢啊！他们真是最可爱的人呐。谢谢。报告，进来。首长，您的包裹。哪来的？北京。啊？哼，是不是我家里寄来的？快打开。哎呀，哎，这可是我老婆雪中送炭呐，太好了！哎，警卫员到，你马上把这些蔬菜送到食堂里去，就说专门给科学家增加营养的啊！是。哎，你怎么还不去啊？首长，这西瓜，啊，你这小鬼，是不是眼馋嘴也馋，都流口水了吧？首长以前都分给我们吃的嘛。现在不行。这大西北是什么地方？啊，这你还不清楚吗？别说是吃西瓜，就是西瓜皮都没门儿。我也就是说说，谁不知道首长也吃不了几口呢？哼，小鬼头，还挺机灵的吧？快拿去吧。是。哎呀，同志们来呀！来，好东西来喽！西瓜，西瓜！爱萍同志抱来个大西瓜。怎么样？好久没看见了吧？这是我老婆从北京寄来的，今天我请客。哎，爱萍同志，这可不行，这是你夫人特意寄来给你的，你自己吃吧。哎，永怀同志，我早就说过了，我到这里来啊，是你们的勤务员，啊，咱们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请客。好，我支持共产，咱们吃了它。好，能宽同志拿刀来，把它切开了，大家吃。好嘞。来了。哎呦，哇，真红啊！嘴都馋了。来，哎，你来，好甜呐！啊，好吃，好吃。同志们，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西瓜了。在戈壁滩吃西瓜，简直是奢侈享受啊！我说呀，大家把瓜子留下来啊！明年我让部队种西瓜，西瓜熟了，一人能吃上好几个。
来，这鸡生蛋，蛋再变鸡，鸡啊再生蛋，蛋啊再生小鸡，以致无穷无尽呐啊！小邓同志啊，你给我算算啊，这些瓜子明年能结多少西瓜呀？当然能算出来了，原子弹都能算出来了，这西瓜还能算不出来吗？哎，你们看啊，小邓搞计算都上瘾了，从算原子弹到算结多少西瓜，样样拿手啊！啊，不是啊，只要认真去做，都能做好。对，小邓的这个认真劲儿啊，我早就叹服了。哎，同志们，咱们吃完以后啊，把西瓜皮留着。对，这我知道。这西瓜皮可以炒菜吃，还可以凉拌。我们都是南方人，不太适应高原气候啊。我有个好主意，大家把自己的西瓜皮煮水喝，清凉解毒，还利尿呢。好。一个西瓜让张爱萍从里到外充分利用，他还特意给在北京的妻子写信，信里只有一句话：千里送鹅毛。王老，您感冒还没好啊？啊，就是还有点咳嗽，没事，停2天就过去了。啊，注意身体啊！哎，好。王老病了，虽然是感冒，但高原的气候对治疗不利，万一肺部感染就麻烦了。是啊，王老很固执，怎么劝他也不肯休息。总理很记挂科学家们，决定在5·1前后组织他们到广东从化温泉疗养。好啊，老吴啊，我看局里就由你带队吧，先请王老、郭老这些年纪大的先去吧。那不行，我说要去啊，你去。这几年你一直在高原，心脏也不好，是该休息休息了。老吴啊，老吴啊，我看局里就由你带队吧，先请王老、郭老这些年纪大的先去吧。那不行，我说要去啊，你去。这几年你一直在高原，心脏也不好，是该休息休息了。老李，广东的医疗条件好，顺便检查一下。你又不是不知道，总理给的指示非常明确，是请科学家去疗养，我还没有这个资格呢。你是科学家，我看啊，你去吧。那不行，老李啊，我也是局领导，我可不能破这个例啊。王老身体不好，又一门心思扑在原子弹上，这次去疗养，我看是不是把他的夫人也一起请去？好啊，你想的可真周到啊！是啊，这个王老自从隐姓埋名搞原子弹，跟他的夫人很长时间都没见面了，趁这个机会，让他们老两口团聚团聚。不过，我知道王老的脾气，倔得很啊。这次疗养是多年来的第1次，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规格很高啊，人数有限，王老自己肯定不愿去，更别说同意他夫人一起去了。哎，老李，这个工作就由你来完成吧。啊，行，请王老夫人去疗养的事，我来安排，工作我来做。哎，不过，对王老这件事要先保密啊，要不然我们的计划要泡汤了。这个你放心。哎，我说老李啊，你怎么像干地下工作一样啊？走。我56岁，年龄不大，身体也挺好的。哦，对了，组织上的心意啊，我领了。我还是那句话，我不能离开这儿，我还忙着呢啊！你坐着。哎，王老，王老，你要是真不去啊，我跟总理没法交代。总理
总理还有时间管我这事儿？这次啊，是总理亲自指明要你去。你说你不去，那总理要是批评下来，我李觉是吃不了兜着走啊。李局长，我是拿你当好朋友啊。既然这事儿让你这么为难，那好吧，我去。嗨，这不就对了吗？王老，谢谢，谢谢啊。老同志，这是您的房间，请进。好，谢谢。月琴，老王，月琴，你怎么在这儿？不是你们领导让我来的吗？领导？哪个领导？我也不知道，是你们院里来的通知，说让我到这儿来疗养，就用车子把我送到火车站。我也不知道，在这儿会遇到你。老李，一定是老李。哦，是李觉院长吧？老王，他这是给我们一个惊喜呀！是惊喜，呀，也是意外。老王，我好长时间没见到你了，你瘦了。月琴，别哭。你看，我这不是挺好的吗？我们应该高兴啊。老王，你看。老王，疗养了这么多天，你的咳嗽全好了。可我在这儿心里憋得慌啊。你呀，是不是又想你的大西北了？同志们都在那儿拼命干，可我在这儿泡温泉，你说能不憋得慌吗？我看你呀，就是个劳碌命，有福不会享。月琴呐，这些年辛苦你了。对于你来说，我不是个好丈夫；对孩子们来说，我也不是个好父亲。唉，这些年，我连见他们一面的机会也很少啊。老王，我理解你，你干的是大事，孩子们呢，也不会怪你的。月琴，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跟组织上说过，我这一生都交给国家了。我懂。这一时期，钱学森忙于东风2号导弹的改进和各项试验，常常废寝忘食。但他仍然坚持到中科大给学生们讲课，甚至亲自指导他们怎样撰写毕业论文。同学们，写论文是为今后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练兵，所以一定要树立3严作风，也就是严肃、严密、严格的作风。还有一点，就是要充分掌握你这个研究领域的成果，也就是说，要对别人的研究的一切进行广泛的阅读。钱老师，那该花多大的功夫啊？做学问当然要下大功夫。我不是说大话，我在做空气动力学研究的时候，把有关空气动力学方面的英文的、法文的、德文的、意大利文的文献全都念过。我要做好的就得这么念，而且还进行了分析。我给大家讲个故事。我的老师冯卡门博士大家都知道，是享誉世界的力学大师、火箭专家。有一次，他的学生把一篇论文拿给冯卡门教授看，
冯卡门看了看开头，又看了看文章的结尾，想了想，就告诉这个学生说：“你的中间计算是错的。”那个学生感到很奇怪，他说：“老师啊，您还没好好看我的论文，怎么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同学们，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冯卡门先生难道有先见之明吗？也可以这么说，但这个先见之明不是凭空的，因为冯卡门教授对他学生所研究的这个领域是非常了解的，因为大概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他心里是有数的，所以一看就明白了。啊，这才叫大师呢！是啊，太深了，太深了。因此，要熟读文献，从总体上了解情况，这样才能写出创新的论文。同学们，这个苦功你们一定要下呀！这一年5月，钱学森的恩师冯卡门先生不幸去世。钱学森得知这个消息后，悲痛万分。冯卡门这位国际力学界的泰斗，始终把钱学森视为自己最得意的门生。他在自传《风云际会》中，专门花了1章的篇幅来写钱学森。他说，钱学森跟我一起解决很多数学难题，他的想象力极为丰富，天资卓越，实在难能可贵。我们顺理成章成为亲密的工作伙伴。你节哀吧。冯卡门教授对我恩重如山，不光是我学业上的导师，还是我科学研究上的合作者，更是一个正直的、善良的科学家。我理解你的心情，你是失去了一个良师益友啊。帮我把这份唁电发出去。我深为遗憾地获悉冯卡门先生去世的消息，但是我认为，他作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将长久地活在我们心中。我们更加欣慰地看到，他对科学的贡献得到不拘其社会制度的世界各国的承认。学森，你的这些话，除了在告慰冯卡门先生的在天之灵，还是说给美国政府的有些人听的。对，我就是想让金贝尔这样的人能听见，一个科学家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的研究成果，另外还有他的人品和良知。同学们，你们要毕业了，今天我给你们讲一讲我的老师冯卡门先生。他刚刚去世，但是他的科学精神是不会死的。我记得我还在冯卡门先生门下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次一个老教授来做报告，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就举手发问，我们2个人就在会上辩论起来，谁也不让谁。老教授走了之后，冯卡门先生就过来对我说：“你知道你是在和谁辩论吗？他可是大权威冯米塞斯。”我一听大吃一惊，觉得自己是不是冒犯了权威？但是冯卡门先生对我说：“钱，你是对的，我支持你的观点。”还有一次，我写了一篇文章，拿给冯卡门先生看，他一看就说我的观点是错的，我不服气，我们俩就展开了辩论，辩到最后他发了脾气，把文章往地上一扔，就直接回办公室去了。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第2天一早就有人来敲门，我开门一看，是冯卡门先生。他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他说：“钱，昨天的辩论还是你是对的。”这就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这就是伟大的科学精神。同学们，你们马上就要踏入社会了，开始各种各样的研究工作。
我希望你们能够永远记住，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原子弹要在1964年炸响，1963年是最关键也最紧张的一年。王淦昌、邓稼先等日夜奋战在青海金银滩的221基地。与此同时，兰州的浓缩铀工厂也在抓紧生产合格的铀产品。这样的决战关头，蒋介石也把目光再次瞄准了西北地区。美国人不支持我们反攻大陆的虎啸、龙腾2个计划。虎年已经过去了，龙年的龙腾能否实现，也是个未知数啊。我最担心的就是毛泽东的这个核计划。我想美国人也是如此吧。你的意思是要美国人再卷得深一些？美国人可以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放弃支持我们反攻大陆的计划，同样他们可以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惜一切代价来关注中共的核计划，甚至是不惜一战。你说的这些我何尝没有想过。父亲是不是担心，如果我们 U2 飞机再去大陆的话，会重蹈覆辙？美国人也是担心这个吧？父亲，这个您就多虑了。现在已经不是去年那个时候了。美国人现在在 U2 飞机上已经安装了新的设备，完全可以对付共军的导弹。既然如此，那还在等什么呢？你让U2赶快再飞起来，目标就是大西北的核研制基地。是，父亲，我这就去跟美国顾问商议，把中共的核武器秘密搞个水落石出。行，只要拿到那些详细的资料，我们在美国人面前说话就有分量。是。1963年3月27日，黑猫中队队长杨世居驾驶U2飞机从南朝鲜群山基地起飞，经包头、乌苏木一线，侦察甘肃鼎新、居延海以南地区，目标直指我核武器研制基地。知道了，你们也密切注视U2的动向，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U2飞机自去年9月9日被击落，8个月以来第一次侵入大陆。这次它的目标还是大西北。知道他会来，而这8个多月来，我们也没闲着，我们加强了练兵，预计到了他会到甘肃侦察，而我们的导弹4营已经设伏在居延海以南150公里处，严阵以待。哼，这回啊，他是撞到我们的枪口上了。命令导弹4营做好迎战准备。是。好啊，冲着鼎新来了！老子在这里等了你很长时间，看老子怎么收拾你！营长，目标距离阵地113公里。打开制导雷达，捕捉目标。由于去年9月陈怀驾驶的U2飞机被我导弹击落，美军吸取了教训，在U2上安装了第12系统预警装置。只要我方一开雷达，U2的飞行员就能发现，及时采取规避措施。目标溜了。撞到枪口的鸭子要飞了，真窝囊啊！这次4营虽然没有打上，我看是敌人采取了新的战术，在给我们玩新花招。看样子敌人是学精了，他们吸取了上次U2被击落的教训，发现我们打开雷达，他就绕圈子。他怎么知道我们开了雷达？莫非是U2上安装了新的设备？有可能。这个问题我们要好好研究一下，召集大家来研究敌情。中心点就是分析这个8字形的航线，拿出对付它的办法来。
刘亚楼和程军多次召集会议，分析U2溜走的原因，提出将制导雷达压缩到距离目标41至45公里，要求各部队尽快拿出新措施、新方法，并报请总参批准，对导弹营的部署做了调整。同志们，我现在宣布中央军委的命令：导弹2营从北京调至山东固城机场进行机动作战。是。导弹3营调至唐山机场机动作战。是。导弹4营调至兰州马家寺设伏。是。执行吧，同志们。是。这是中共设在兰州的浓油缩工厂，这是位于青海湖畔海晏的核武器研制基地。这真是个奇迹！这个不毛之地我也去过。而这个是在罗布泊地区建设中的原子弹试验基地。这样下去，共产党的原子弹很快就要炸响了。中共在西北戈壁滩上秘密地研制原子弹，已是不争的事实。具体的时间我们还不知道，不过从这些情报上来看，应该不会太长了。共产党如果把这些核武器都搞成了，我们反攻大陆还有希望吗？不光反攻大陆没有希望，恐怕连世界的格局都要发生变化呀。到了那时候，美国人就更不敢把原子弹挥到毛泽东的头上去了，而且会投鼠忌器，中共就会堂而皇之的迈进核俱乐部的大门，只怕谁都得让他们3分呐。父亲，现在的唯一希望就是要让美国人尽快的进来，把中共的原子弹扼杀在摇篮里面。这已经不是摇篮了，得告诉美国人，要不惜代价，不顾世界舆论，对中共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永远的割除。好吧，父亲，我马上亲自跟白宫联系。当U2飞机拍回来的这些照片出现在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办公桌上时，肯尼迪的震惊是无法形容的。他当即召来中情局局长麦考恩商议。总统先生，根据父亲，是这样的，白宫那边传来的消息是要不惜代价阻止中共的核计划。据说莫斯科那边也有这个意思。看他毛泽东再厉害，也不敢跟苏联和美国2国同时开战吧？那他绝对不敢。不过这要看美国人是不是真的敢不惜代价。这次有好戏可看了。父亲，那我们的U2是不是也该动一下了？明年就是龙年了，龙腾计划务必要往前推进。另一方面，也要配合美国人对中共核基地有可能发动的袭击。我们要出动U2侦察机，加注我们自己的砝码。因势利导，父亲这一招是太极手啊！去，让U2飞机把中共的核秘密全部都给我如实拍下。是。美国政府在筹划遏制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同时，也加强了情报收集工作，与蒋介石在这方面的合作更加紧密。6月3日，U2飞机又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经温州、衢州、九江、武汉、西安、天水，窜入兰州侦察。在兰州设伏的正是上次让U2从头顶溜走的导弹4营，可谓冤家路窄。4营要报一箭之仇，接受教训，把制导雷达压缩到65公里才开机。但是 U2仗着机上先进的第12系统，在4营阵地上绕了一个U字形后溜之大吉，又让他跑了。老岳，一个人想啥呢？我在想，这次 U2已经进入了4营的伏击圈，为什么又让他给跑了？
我觉得四营开制导弹雷达还太早，必须在40公里左右。还有一个，制导雷达一打开，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捕捉目标。你跟我想到一块儿了。最关键的是开雷达捕捉目标的时间。咱们以前通常要8分钟，我觉得8秒钟。8秒，难度是很大。导弹2营在岳振华的带领下苦练8秒硬攻，他们的训练引起了刘亚楼的重视，专门请岳振华到上海汇报新战法的情况。我们提出的新战法要点是一开天线就能立即发现目标。原来8分钟完成的动作，经过刻苦训练，现在8秒钟就能完成了。那你们有100%的把握吗？请司令员放心，我代表全营向司令员保证，绝对有把握。好啊，岳振华同志，U2要是再敢来，你敢不敢照你今天汇报的这套打法，把他给我打下来？我敢。好，下次 U2飞机来了，要是飞到你2营的火力范围，你就用你今天给我汇报的这套打法，把它给我打下来。如果胜利了，你负责；失败了，我还要你负责。横竖，你都要对党、对人民负责任。是，司令员。对了，我们这套新战法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请司令员给他起一个名。好啊。你们创造的这套打法又近又快，我看就叫尽快战法吧，好不好？尽快，好，司令员高度概括啊，哈哈，好了，就这么定了。这套战法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创造，我希望你们用自己创造的战法把U2飞机再打下来。是。我们的空军部队已经连续2次没有打上U2飞机了，再这样下去，将对我们大西北的核基地造成巨大的威胁。不打下U2飞机，美国人和蒋介石更加会得寸进尺了。我有一个想法，我们一个导弹营单枪匹马设伏的方式应该改变，必须将4个导弹营集中统一部署，组织成一个大面积的火力网歼地。这个办法好啊，不就是毛主席说的集中优势兵力吗？我写个批示，你马上交给刘亚楼同志。是，聂总。老程啊，聂总明确指示要把4个导弹营集中起来部署。聂总的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关键是设伏点要选好，否则我们等在那儿，U2却到别的地方去了，那还是打不上。是啊，导弹部队机动设伏，就如同赌局上的押宝一样，不是押1次就能赢，往往是押几次都落空，到最后才能押中一宝啊。好一个押宝，老刘啊，那你准备把这宝押在哪儿？这个还需要认真分析一下，还要实地查看地形地貌，尽快拿出个方案来。刘亚楼和程军最终决定导弹部队集中设伏在西安地区，具体的分布是：1营部署在宝鸡，2营部署在户县，3营部署在咸阳，4营部署在凤翔。7月上旬，4个导弹营部署完毕，就等U2来犯。7月25日，美国、苏联、英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这个条约不包括地下核试验，其目的就是美苏等国可以继续通过地下核实验来发展核武器，进行核垄断，而不准中国进行一般的核试验来建立自己的核力量。看看我们的这位赫鲁晓夫同志，去年还对美英核禁事嗤之以鼻，大加指责，今年却对西方做出了这样一个无原则的让步，真是反复无常，
唯利是图，小人一个。苏联已经跟美国站在一起了。这几天各国的报纸都发了赫鲁晓夫同哈里曼热烈拥抱的照片，影响太坏了。我们也发表出来，印得大一点，让大家都看看什么是修正主义。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就不信这个邪。对，不信邪。美英苏签订了3家条约，禁止试验核武器。好家伙，天上不能试，水下不能试，就地下能试。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掌握了地下核试验的技术。要搞垄断嘛？呵呵，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们就是不让中国试，不让别人试。中国是一个大国，有56个民族。中华民族从来就没有向其他人屈服过，即使遇到了挫折呢，还是继续奋斗，还是会顽强的崛起。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列强要征服我们这个民族，结果都失败了。我们现在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能向任何列强屈服。对美国，我们没有低过头；对苏联也是一样。我们绝不屈膝成臣。我们要争的不是居人之上，而只是要一个平等的地位。我说原子弹100年也要造出来。我们现在是逼上梁山，背水一战。据说赫鲁晓夫曾经扬言，中国20年都造不出原子弹。2年多后的1965年秋，毛泽东写下了轰动一时的《念奴娇·鸟儿问答》，还提起这件事。他在诗里以嘲讽的口吻写道：“不见前年秋月朗，定了3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许放屁，是看天地翻覆。”苏联领导人嘲笑中国落后，未免太早了。他们也许说得对，也许说得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即使100年也造不出什么原子弹，中国人民也不向苏联领导人指挥棒低头，也不会对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下跪。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我国政府对此做出了严正声明。我们的原子弹到了最关键、最紧迫的时刻，我只说一句话：让他们闭嘴的最好办法就是赶快把我们自己的原子弹搞响。有谁相信啊？我们的核部件是在这样简陋艰苦的条件下加工出来的。这还叫简陋啊？当年居里夫人提取纯镭的时候，这条件啊比我们简陋多了。老邓，你给我们讲讲。居里夫人有个实验室，说是实验室，其实啊就是有个玻璃顶层的破棚屋。这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呢可以把人冻僵。一个女科学家真了不起啊！因为条件太简陋了，而且没有研究经费，本来只要花1年时间就可以完成的工作，最后啊整整花了4年的时间。4年，这样比起来，虽然我们的条件很艰苦，但是有全国人民的支持，我们的条件相对来讲好多了。所以啊，我们更要好好的工作，而且还要做到认真、仔细。还有，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大小之分，任何一个小问题如果处理不好，都会酿成大祸。你们一定要记住。老邓，你就放心吧，我们连夜在这儿看着，有什么情况及时向你汇报。老邓，你有好几个晚上没合眼了，你先去睡吧。那好，我先回去了。记住啊，有问题马上通知我。喂，是我。加工的部件出故障了。
怎么了？前面有塌方，过不去了。老大，快点上车吧！你可是大科学家啊！要出了什么事儿，我可担当不起呀！他们在等我处理故障呢，那些都是核材料，要是出问题会出大事的。好，我听你的，我们绕道走吧。师傅，我下去看看。好嘞。为处理这起故障，邓稼先又干了1天1夜，直到险情顺利排除，他累得虚脱过去。经过1年半时间的大力建设，1963年9月，导弹地面试验站终于建成。什么事？发动机总装的时候，有个工人不小心把一颗小螺丝钉掉到发动机里了。一颗小螺丝钉也有可能导致严重的事故，必须把它找出来。发动机里的结构那么复杂，里面全是管线，而且掉螺丝钉的那个地方，连手也伸不进去。那也得想办法，必须把这颗螺丝钉找出来，否则我们将前功尽弃。大家都着急，后面的装配都停下来了。走，我们去看看。爱平同志啊，你马上去一下总装车间，把一颗掉进发动机里面的螺丝钉给我找出来。对，你要在那里坐镇指挥，不找到螺丝钉，绝不能进行发动机地面试验。对，就这样。季生啊，你陪爱斌同志一起去，不管花多少时间，一定要把螺丝钉给我找出来。是。发动机内部空间很小，手都伸不进去，必须把发动机拆开，找到这颗小螺丝钉。这样一来啊，工期必然受到影响，而且我们还不能确定到底拆到什么程度才能把那颗小螺丝钉给找出来。不管花多少时间，拆到什么程度，都必须把这颗小螺丝钉找出来，不能带任何隐患，让我们的导弹上天。我同意爱平同志的意见。聂总亲自下令，我是在聂总面前立了军令状的。我们不能小看了这颗螺丝钉，它的意义不下于打一场战役。从现在起，所有人都投入到这场战役，人人上阵。人人上阵，走，我们都去车间。走。找到了，找到了！大家快来看，找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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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快来看呐，找到螺丝钉了，找到了！哎呀，寻找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不亚于一场大战役呀！对呀。太好了！小家伙。终于把你给找出来了啊！爱平同志说，寻找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不亚于一场大战役呀。聂总亲自指挥，爱平同志亲自坐镇，元帅和上将都出马了，那真是大战役啊！还有薛森同志亲自带领的一大帮科学家，也像工人一样亲自上阵，这可比我这个将军厉害多喽！好啊，这场战役我们打胜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严把质量关，一丝一毫都不能放松啊！一颗小小的螺丝钉牵动了元帅将军的心，
这个故事后来在武院广为流传，对科研人员和技术工人都产生了巨大影响。1963年9月23日，东风2号导弹进行第一次全弹地面热试车，获得成功。突击抢建的全弹试验台22个系统全部合格，这样我国自行研制的中近程导弹在经过失败的考验后，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因国庆临近，全国仅有的4个导弹营都部署在西安地区。北京的高空防务在唱空城计，空军司令部决定，岳振华的导弹2营撤回北京，担负保卫首都国庆的任务。2营刚走，U 2又来了。9月25日，一架U 2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从温州方向进入大陆，经衢州、武汉直飞西安，正好撞入由我3个导弹营组成的集团火网空域。从航迹上判断，U 2这次又是要飞去大西北侦察，我们在西安部的口袋阵就要用上了。虽然我们的导弹2营已经撤回了北京，但留下的3个营形成了3角布阵。前面的2个营就像张着一个大口，后面的1个营做出扎口袋的阵势，就等着 U 2撞进前门，就给他当头一棒。万一前面的营没有打上，或者是没有打好，那么后面的1个营还可以给他来个收底。这一次，咱们看他往哪儿跑。他飞8字也好，飞U字也罢，反正飞进了我们的火力网前面，他就休想从后门溜走。U 2飞机首先进入了设伏在咸阳的3营阵地上空。当目标距离到达61公里时，3营打开了制导雷达，但 U 2飞机立即采取了规避措施。此后 ，U 2和3营再次玩起了猫捉耗子的游戏。经过3个来回，直到3营把雷达压缩到48公里才开 ，U 2还是逃脱。这一幕同样随后发生在4营和1营身上，4营2次打开雷达 ，U 2都避开了，进入1营阵地上空。等1营打开雷达 ，U 2已经逃之夭夭。没想到会这样。虽然我们做了周全准备，但还是被敌人给逃掉了。报告 ，U 2不光避开了我导弹部队的攻击，还拍走了我导弹阵地的照片。这事儿一定要总结教训，查清楚原因。这么说，中共的原子弹就要炸响了？是啊，虽然美国、英国和苏联签订了禁止核试验条约，可是毛泽东根本就不拿它当回事儿啊，照干不误。毛泽东的这一手，我早就料到了。美国人自以为很精明，可对付毛泽东，还幼稚得很。